欢迎收看第637期武器大讲堂。雷铳和碎发机构的出现，让前装田的火器获得了大量的普及，各种精美的火器以各式各样的形态在欧洲各国蔓延开了。几乎在100多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新的技术变革。随着火药的改进和结构的优化，各种主流装备被单弹丸的火器所取代，而大面积发射弹丸的霰弹枪开始退出主流。不过，得益于其发射的弹丸散布面积大，对于狩猎来说是一件非常有优势的事情。因此，霰弹枪在这一时期主要被当作猎枪来使用，也就是当时普遍称呼的鸟枪。猎枪也随着技术的进步，用上了碎发机构和后来升级的激发枪机构。本期武器大讲堂就和大家探索下碎发枪下一个技术革新用在霰弹枪上的装备——激发模式的猎枪。自从上一期的火铳出现之后，这种外扩式的枪口方案也被用在了狩猎领域。此时的人们开始研究如何能够更加精准地击中快速移动的猎物。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线弹枪管和弹药结构得到了大幅度的飞跃，但是这些技术大部分都是用于发射单弹头的，类似于如金步枪的火器。一部分人在提高射击精度上越走越远，而另一部分人则在发射大量弹丸的霰弹枪方案上，通过提升命中面积的道路上面越走越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有线膛枪管的枪械慢慢的成为步枪，用在了战场上面，而滑膛枪管的枪械已经很少用在战争中，大部分都是用于狩猎领域。其实早在碎发枪兴盛的年代，就已经有不少人将这种火器用在狩猎上，因此猎枪的发展在这段时间基本上只是激发机构和火药的发展，用于打击各类飞行的鸟类，因此也被叫做猎鸟枪。整体的结构设计依然还是保留了初期的方案，其枪管采用的是长长的滑膛枪管，一般选择2根枪管的设计，有左右布局或者是上下布局，根据狩猎的目标不同，会有一定的长度缩减。例如，因为射击小型快速移动的目标，往往有较短的枪管，大约在610到710毫米之间，而用于远距离射击的猎枪，因为目标角速度很小，所以这个时候的猎枪往往有更长的枪管，能够达到910毫米的长度，整个猎枪的尺寸都在160厘米左右。此时的猎枪后部一般都设置有一个整体式的木托结构，已经具有更加稳定可靠的形状设计。其发射机构根据火器的发展历程也有所不同，从碎发机构到激发机构到后来的后田定装独立式弹药都有所设计。本期主要讲的是撞击式激发机构。自从碎发机出现之后，虽然解决了点火的便捷性，但是其原理依然还是火神枪时代的点燃外露的引燃药方案，依然会使用涉及到潮湿天气或者是下雨等恶劣天气下无法使用的问题。随着在1799年英国化学家爱德华·查尔斯·霍华德发现了一种叫做雷汞的物质，其化学式为异氰酸汞，专业术语为雷酸汞。这种物质是一种呈白色或灰色的晶体，遇盐酸或硝酸能分解，遇硫酸则爆炸。在处于干燥状态时，雷酸汞对震动、撞击和摩擦极为敏感，即使是轻微的摩擦冲击都会发生爆炸。随着这种物质的出现，火器的引火方式开始得到了质的飞跃。在1807年的苏格兰，一位牧师亚历山大·约翰·福塞斯设计了使用雷酸汞的打击帽，并设计了一套打击引火系统。他当时设计的目的是通过这套系统解决他的碎发枪点火的时候，火药盘喷出大量的烟雾，会让鸟类受到惊吓飞走。这种早期的激发模式被称为香味瓶点火系统，并被设计师申请了专利，使得火器的点火方式转向了激发枪的时代。激发枪的激发机构基本上还保留了一些碎发枪的模式，整个机构由击锤、火帽、机针、机针座和火门组成，结构大大的简单。其中火帽是一个纸或者是后期的金属的部件，内部使用汞雷盐酸、钾盐氯盐酸、硫磺和木炭等等制成雷暴底漆，在安装到机身上之后，通过后面的击锤击打爆炸。击锤需要手动后掰实现待机状态，击锤跟火帽接触的部位是内凹的，形成一个可以将火帽包裹住的结构。这样当击打火帽爆炸的时候，产生的火花和碎片不会随便的飞溅伤到射手，而机针、机针座和火门中间是连通的，内部有一个管道连接，当火帽激发的时候，火花就会通过这个通道引到火门上，从而点燃枪膛内的发射药，实现激发。可以发现，这样的激发模式跟我们之前蒋南军护做的犀牛左轮杂炮枪非常的像。其实原理都是差不多的。相对于碎发枪而言，无论是安全性还是便利性都大大的提升，其扳机形成和机械结构也大大的简化。可以说，这种结构的出现是7武器的一大进步。在这种激发模式出现之后，在欧洲使用了上百年的碎发机构终于被终结，很多火器都换成了这种机构。随着使用的深入，很多新的改进又开始出现。例如，当时在马背上特别小的火帽很难精准的装载，所以有人设计了一种叫做梅纳德胶带底漆的系统，其底火被涂抹在纸质的管盘上，管盘依次排列安装在纸上，被卷在一起，然后把它们安装在一个小弹匣中，这样它们
200级基础的时候，机构会带动自动上料，从而实现连续不断的进行激发。虽然这个想法不错，但是当时的技术和科技下，其产生的问题比能解决的问题还多，所以并没有普及开来。在后续，随着使用的深入，猎枪开始出现双管乃至3管猎枪。这种多管猎枪设计了2套激发系统，有2套扳机和2个击锤，分别对应2个枪管。在激发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快速的激发。随着战争的推进和当时的殖民主义，这种武器不仅仅被用在狩猎上，还被大量的用于航海和殖民。大量的欧洲殖民者将这些武器带到了北美大陆，北美大陆的牛仔文化和各种野蛮行动，也将这些火器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有后装药、定装药的时代，一个慢慢的全球性武器进步，开始世界大战的时代。我们后续一起继续探索。本期武器档堂到此结束，更多精彩视频欢迎关注武器档堂找往期内容，我们下期见。